大家好，我是蒋继林，然后是 OnDesign 的 Collaborator。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 Design System and Web Coding。那在前端开发的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啊，就是 Design System 是一个 single source of truth。大家在进行一个开发工作的时候，基本上都会选择一个成熟的 Design System， 然后进行一个网页开发工作。那前端开发者呢，他可以非常容易的去通过一些封装好的组件还有功能去实现一个网页开发工作，但是这套逻辑在 AI 时代下，它其实已经改变了，因为在 AI 时代下 ，AI 它更适合使用一些 inline coding。Design System 对它来说过于复杂，它如果想要实现某些功能或者某些方法的时候，往往它会更倾向于使用 headless 的组件，加上自己的 inline logic 和 inline style， 然后进行一个拼接。你可以看到，在左边的 Design System 和右边的那个 headless 的代码写法，它会有一个非常视觉上的量级的冲击。但是在现在的 Web Coding 的趋势之下呢，对于开发者来说，他其实更少的关注于代码实现的细节，代码量多和少其实对他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开发者的注意力已经从一个如何实现这个逻辑，到如何指导 AI 去实现自己的需求的一个过渡。所以在现在的场景下 ，headless 是一个更快、更提效的一种编程方式。OK， 那么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 Design System 不 AI 友好？同时，作为 OnDesign 的 Collaborator， 我们其实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解决Design System 和 AI 之间的一个鸿沟。那这边的这个动画没动啊。这边的话可以直接看一下这个例子啊。右边是一个 OnDesign 的一个标准的 Select 组件，那它会有一个功能叫做 Respective， 响应式。当你选择的一个选项超过一行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1、+2、+3的这种省略的形式，让 UI 上从视觉上保持稳定，并且不会进行一个跳动，这样从用户交互和使用体验上会比较好。但是呢，对于一个业务当中，很多情况下我们其实根本不需要用到一个这么复杂的功能，有些应用开发甚至它根本不需要有个多选。那这就引入我们现在说的这个 Design System 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功能太多了，而文档内容也过于巨大。那第二个例子呢，就是一个非常小的 import number。那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它简单的例子，就是最大数是10，而值是128。那一个成熟的 Design System 它做的事情会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写的是128，我会如实的把128表现出来，同时通过视觉上告诉你说这个数字是不合法的。但是对于缺乏上下文的 AI 来说，它其实不能理解这一点，它会重复的去在你的 import number 上面再实现一套自己的样式，把 max 的这个检测逻辑在 AI 上面 HOC 再重复的造一遍轮子，导致说我们在 Design System 里面实现的一个功能，对于 AI 来说它并没有理解。那为了解决 Design System 和 AI 的之间的一个鸿沟呢，就会有很多的方式。那首先就是 AMS.text， 这个在 MCP 开始流行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额外的辅助功能，就是 MCP 服务可以帮忙去调用你的框架所在的站点，去查找自己相应的知识。而在那个时期，各大框架纷纷开始去提供 AMS.text 这个网站的路径导航，让 AI 能够通过这个介绍，快速的去定位到某个更小的资产里面的一个属性、某个功能，让 AI 也可以去理解一个复杂框架下它如何去实现一个功能，或者说它不要重复的去做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个 AMS.text 下，其实 MCP 服务还是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真实业务开发的时候，你的那个版本的包可能是锁在某一个特定版本的，而站点上面提供的永远都是最新版本的。所以 MCP 服务去调用最新的一个版本的知识的时候，它会出现一种幻觉，就是在你当前的一个库里面根本就没有支持这个功能的时候，它会尝试去调这个 API， 但是它实际上并不会真的生效。那在此之后呢，业界就开始提出了一个 scale 的概念。那 scale 可以帮助开发者去做一些框架层面特定的一些能力在上面，
然后告诉 AI 如何去更细致的去进行一个API 查询以及调度。那现在会比较流行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 Scale 加 CLI 的这种形式。那 CLI 会提供 AI 一种确定性，因为 CLI 本身的参数入参和出参，它是一种非常稳定的一种结构，而 Scale 它本身会提供一定发散性。当发散性和这种稳定性的结构相结合的时候 ，AI 可以很容易的去知道一个设计系统或者是其他的某种框架，它到底是怎么去改变的版本，或者是怎么去运作的。像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个 CLI 会告诉你说如何变化了，我的 Slack 组件到底加了什么东西，减了什么东西，让 AI 可以去直观的去理解到我当前所在的版本应该怎么去调度。OK， 那另外一种方式让 AI 很好的去使用设计系统更简单，就是使用一个更好的模型。那我在业务开发过程中呢，发现当我使用一个最新的模型，并且使用比较高的一个 thinking 模式的时候，其实 AI 本身它的自我的那个探索能力会变得非常强。就比如说，你在使用一个框架的时候，它甚至那个网站没有去提供一个 MES 或者没有提供一个 scale 的情况下 ，AI 本身可以去你的框架的内部去查找对应的接口定义，甚至于当你的接口定义本身没有提供这个很详细的描述的时候，它可以自己去递归的去查找包里面的代码，然后去帮你把功能去应用上去。OK， 那设计系统另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设计之性它不够自由。我们在业务当中开发中啊，经常会遇到一些非常神奇的需求，比如说要一个五彩斑斓的黑啊这种需求。那设计系统本身它有个特点，就是会提供一个确定的一个设计规范、交互规范，还有一些设计系统自己本身的一些味道。那对于一个开发者来说啊，他可能会有一些各种定制的需求。在 on 点赞过去的版本，它提供一个概念叫做算法加上点赞 token 的一个概念。那通过算法和点赞 token， 开发者可以非常非常容易的去实现一个主题定制。但是这套逻辑在 AI 时代，它其实又有落伍了。因为在 AI 时代，开发者其实不太关注于代码里面的实现，而是关注于需求上的表现。而需求上的表现就会往往跟组件库或者框架本身会有一些脱离，可能会有更多的需求提在我当前的这个框架下并没有存在的一个功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语义化结构。那什么是语义化结构呢？就是所有的资产它其实都可以抽象为一种更通用的一种语义化结构的一种抽象概念。那对于无论你是一个 collapse 组件，还是一个model， 还是对于一个 alert， 它其实全部都可以抽象出一个非常统一的一个结构。那所有的组件它都有 root， 然后 header 和 body 里面都会带上一个内间距，而内部的 title 和 content 它自己不带间距样式，只带自我的样式。那只要通过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告诉 AI 以后 ，AI 就可以非常容易的去实现一个主题定制，然后而且它的效果往往会比我们人工手写会更好。那右边这张图是 on 点赞官网的一个图，大家可以直接去官网是手点点看里面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好看的主题都是 AI 写的，比较丑的都是我自己写的。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传统软件周期它有个问题，就是它有个更新周期，而更新周期往往它会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规范。就比如说，我们的开源项目的规范是每周去发一个小版本，然后每个月去发一个 minor 版本，然后提供一个最新的 feature。但是对于社区的用户来说，当他提一个 feature request 或者提一个 bug 的时候，他期望的是在我当前开发的周期下，能够立刻去享受到当前这个功能的更新或者是一个 bug 的修复。但实际上，我们如果按照传统的那个软件发布的周期来说，这个其实是很难满足的。而对于一个 AI 来说，它所有的代码都是英烂去实现的，所以它根本就不用担心这个发布周期问题，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内敛的，我有 bug 我当场就修了。那在此之上的时候呢，这个其实是一个传统软件和现在 AI Web Coding 比这个英烂的模式难以去弥合的一个 gap。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设计系统并不是什么都不做。
它还是会有一些概念上的更新。那在 React 最早期的时候，它会有一个 Mixment 的一个概念，就是所有的东西可以通过 Mixment 耦合的进行一个改造工作。但是这会导致软件维护特别困难。你只要 Mixment 过以后，它如果升级的版本，你基本上你 Mixment 是会挂掉的。所以 React 之后就提出了一个 HOC 的概念，说我在当前的资产之上再封装一层。但是这个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资产本身如果缺乏某种那个插槽或者洞的时候，它其实是改不了的。所以再往之后又提出个新的概念，叫做 render props。我所有东西给你提供一个 render props 的一个坑，然后你可以在这个里面进行一个定制化操作，来实现某种功能替换。那在最新的情况下 ，DSSN 又提出了一个就是 subcomponents 的概念，说我们所有的那个坑改变成一种插槽的形式，这个插槽是可以消费上下文的 context 的，消费各种 hooks。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组件的定义就开始慢慢的向 headless 的方向来去模仿去学习。headless 我们知道看了前面的代码，它是各种零碎的组件去拼起来的。那对于 data system 来说，我们不可能是提供一个碎片化的一个零件让人拼，那么 data system 本身的优势就没了。所以 data system 的方式是反过来的，它通过 some components 提供给开发者，让开发者可以通过对里面不同的插槽进行细微的调整，来实现当下这个软件或者当下这个框架没有实现的功能。OK。因为时间限制，所以每个都没有展开来讲。那对于 data system 来说，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 AI 能够更好的去理解 data system 本身它是怎么去运作的，和怎么样去帮助 AI 去很方便的去进行扩展工作。那当 AI 去理解了 data system 之后，它就会像开发者一样高效的进行开发了。谢谢大家。